12枚暴风鹰鹰导弹摧毁俄本土地下指挥所，乌军无人机空袭俄罗斯9个州，俄兵工厂、弹药库等目标被毁。乌俄最新战报：援俄朝军迎来神秘将军，拜登批准向乌克兰援助反步兵地雷。对于停火谈判，普京服软，准备和谈。立陶宛、瑞典联合抗俄，德国建立爱国者导弹生产线。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军憋久了，刚解封就忍不住要全部释放。11月20日，彭博社援引一位匿名官员的话报道称，乌克兰继发射美国援助的 ATACMS 导弹后，首次使用英国提供的暴风鹰导弹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而且在此轮袭击中，乌克兰发射了整整12枚暴风鹰导弹。下如此大血本，打击对象绝对是个大目标。综合防务快报和流出的视频报道，乌军此次打击的目标是库尔斯克州马里诺村巴拉廷斯基庄园东部的俄军地下指挥所。报道称，在袭击发生后，这里至少传出了14声巨响。当地居民也透露称，从现场遗留的导弹残骸已确认是英国的暴风鹰导弹，而且是连续12枚导弹朝着一个目标袭击。有消息称，俄军这个地下指挥所内有俄罗斯和朝鲜的大人物在。打击这里的另一个原因，据消息人士称，乌军的这些袭击是对朝鲜军队协助俄军作战的回应，而用暴风阴影应该是乌军掌握了俄军地下指挥所的详细信息。而暴风鹰导弹的450公斤弹头专门为打击地下建筑设计，加上暴风鹰导弹此前就已被乌军用于打击克里米亚的俄军事目标，乌军使用经验十分丰富，因此可以非常安全地实施打击。乌军的此轮精准打击，俄军恐怕损失不小，具体损失情况相信很快就会披露。而俄罗斯刚画下的红线也再次被突破，乌俄两军之间的真正对决可能就要来了。当然，乌军在使用远程导弹袭击时也没有忘记无人机打击。综合开源情报和俄国防部报道，10月20日，乌军发射了至少86架无人机，对包括布良斯克、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9个州实施了无人机袭击。其中，比尔哥罗德州损失最大，遭到了至少45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该州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表示，乌军无人机碎片损坏了阿列克谢耶夫卡镇的一家 EFKO 油脂工厂设备。虽然他并未透露具体损失，但从披露的照片看，该工厂里外都燃起了大火，一些路过的车主甚至还记录下多起2次爆炸。而且有消息称，该工厂其实是一家被伪装的企业，实际是在为俄军生产武器弹药和无人机。其次，大约有22架的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位于诺夫哥罗德州科托沃村的俄导弹火炮总局第13军火库。据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安德里·科瓦连科表示，该军火库距离乌克兰边境约680公里，储存着俄军大量关键军事物资，包括炮弹、多管火箭弹、伊斯坎德尔和防空导弹，以及用于各种系统的弹药。然后8到12架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沃罗涅日州的一处民用工业设施，并引发了火灾。沃罗涅日州和比尔哥罗德州位于乌克兰边境，经常成为跨境无人机袭击的目标。除此之外，奥缪尔、库尔斯克、罗斯托夫、伏尔加格勒，甚至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等地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攻击。这些袭击发生时，泽连斯基才刚宣布扩大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国内生产的计划。据悉，该计划作为乌克兰复原计划的一部分，其目标是在未来1年内制造至少3万架远程无人机和生产3000架包括海王星在内的巡航导弹，并建立起一个新的技术中心，以增强乌克兰的防御力量。更重要的是，泽连斯基在乌克兰议会上表示，乌克兰不会拿起主权、安全或未来做交易，不会放弃乌克兰对整个领土的权利。由此可见，乌克兰并不打算屈服，而是要通过实力来实现和平。接下来，乌克兰可能会使用更多导弹、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实施打击，从而削弱其战场潜力，为乌军未来可能发动的战略反攻创造条件。前线方向，援俄朝军迎来神秘将军，拜登批准向乌克兰援助反步兵地雷。库尔斯克前线11月20日，乌军第95空突旅发起反攻，再次痛击俄军第810旅，消灭100多俄军士兵，并摧毁28件装备。乌特种部队还深入敌后作战，消灭14名俄军，抓回3个俄俘虏。在奥尔戈夫卡的森林地带，俄军对乌军阵地发起数次反击，并试图截断通往该地区乌军阵地的补给路线。目前双方正在激烈交战中。此外，据俄罗斯消息来源显示，俄军第22机步团失踪的60名士兵已经被找到了，原来是被乌军俘虏，
他们在镜头面前泪流满面地请求俄罗斯高层赎回他们。值得注意的是，援俄的朝鲜营即将迎来新变化。据《华尔街日报》10月20日报道，金正恩得力手下之一的陆军总参谋长金荣福上将成为了朝鲜驻俄罗斯的最高军事官员，其任务是将监督朝鲜部队与俄军的整合，并从中吸取作战经验带回国内，为未来的部署建立框架。报道称，金荣福上将十分神秘，仅有的资料显示，金荣福上将曾指挥过世界上规模最大1至20万人的特种部队，在朝鲜半岛执行秘密任务。如今朝鲜让他走到台前，应该是为了向俄罗斯表明朝鲜是值得信赖的，所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是有效的。哈尔科夫方向，乌军在赫里伯克村附近发动了一次连级规模的机械化袭击，但未取得战果。此外，有消息称，冬季的到来改变了哈尔科夫的作战环境。由于缺乏树叶，乌俄双方无人机操纵员和火炮阵地被发现的概率增大了不少。克里米纳方向，俄军用 KH-38导弹袭击了赖戈多克村附近顿涅茨克河上的浮桥。恰索菲亚尔方向，乌军正在奥里霍沃瓦西利夫卡东北部阻止俄军推进。在恰索菲亚尔和克里什基夫卡之间的防线上，俄军正组织2到3人火力小队不断发动攻击，但截至目前，俄军并没有完全渗透。托列茨克方向，乌军在反击击退俄军后，似乎因为分兵导致这里情况恶化。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俄军又重新进入了市中心，并巩固了赫鲁舍夫斯克霍街和阿文哈德体育场附近的阵地。红军村方向，乌军开始使用美制 GBU-39轰炸俄军阵地。11月20日时，据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收复了尼古拉耶夫卡南部的失地，库拉霍夫北部和东部的战斗仍在持续。11月20日，乌俄双方交战于松策夫卡南部、贝列耶斯基东部以及水库大坝的铁路桥上。综合俄国防部和其他消息来源称，俄军第114摩托化步枪旅占领了伊尔林卡和90%的贝列耶斯基村。目前调过来的俄南方军团士兵正以小组形式发动袭击，并试图包围库拉霍沃的乌军，而乌军兵力则主要集中在库拉霍沃本身，依旧地形进行阻击。此外，为了阻止俄军在乌东战场的快速突进，美国还撤销了向乌克兰运送反步兵地雷的禁令。据基辅独立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11月20日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反步兵地雷，此举将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有助于减缓俄军在乌东推进的速度。如果配合其他援乌美国弹药一起使用，效果更佳。对于该政策，乌克兰官员表示欢迎，并已承诺不在人口稠密地区部署这种地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回应说，无法确认相关报道是否属实，但考虑到拜登即将卸任，他认为这完全有可能。只不过，美国向乌克兰援助反步兵地雷也引起了一项争议，因为乌克兰是渥太华禁雷公约的加盟国。据悉，该公约目前已有164个国家签署，是一部关于立即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国际公约。对此，美国方面回应称，美国批准的反步兵地雷是非持久性地雷，这种地雷会在几天或几周内自毁，会因电量不足而失去作用，从而减少对平民和部队的意外伤害。此外，美国提供的地雷将仅限于乌克兰境内使用，其重点部署在乌东地区。美方表示，该款地雷可以减缓俄军的速度，将他们引向可以用火炮和火箭攻击的地区，从而帮助乌克兰巩固防御。值得一提的是，拜登为了援乌居然打了自己的脸，因为在2020年时，是特朗普先撤销了奥巴马2014年颁布的禁令，即不再生产或以其他方式获取任何反步兵地雷。当时拜登指责称，此举将使平民置身于危险之中，并称特朗普的决定是鲁莽的。另外，在2022年6月21日，拜登还对地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保持了与渥太华禁雷公约的关键要求的一致。据统计，截至2022年，美国反步兵地雷的库存数量约为300万枚。综上所述，可见拜登的牺牲之大。不过，拜登政府已承诺在乌俄战争结束后帮助乌克兰进行扫雷，并且已将承诺范围扩大至美国提供的地雷。对于停火谈判，普京服软要和谈。据路透社11月20日援引5名熟悉可供人士的消息称，普京愿意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停火问题，但拒绝做出重大领土让步。报道称，俄罗斯愿意接受停火的条件可能包括：1. 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计划，同意永久中立；2. 北约军队不会驻扎在乌克兰领土上；3. 大致冻结当前战线，并分权控制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以及赫尔松的大部分地区；4. 作为交换，俄罗斯愿意放弃并撤出其控制的哈尔科夫和尼古拉耶夫地区的相对较小的领土；5. 克里米亚必须由俄罗斯控制，
6. 其他要求还可能包括限制乌克兰的军事规模和保证不受限制的使用俄语等等。如果按照上述条件，俄罗斯愿意停火，由此可见，普京这哪里是服软呀，完全就是异想天开。对俄罗斯而言，若是乌克兰签署了上述条件，相当于就是一种胜利。但乌克兰显然不会同意。乌克兰拒绝领土让步，并表示任何和平谈判都应基于泽连斯基提出的10点和平方案。此外，基辅还表示，加入北约是防止俄罗斯进一步侵略的唯一途径。截至目前，特朗普和平计划的轮廓尚不清楚，而 ATACMS 导弹和暴风鹰导弹相继出现在俄罗斯领土，无疑是一种战事升级表现。大家是否觉得俄罗斯的和谈条件太异想天开了？特朗普的上任能结束乌俄战争吗？根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网报道，10月19日，立陶宛与瑞典签署了一份协议，将采购瑞典步兵战车，并在其境内部署瑞典的防空系统。媒体表示，立陶宛之所以要与瑞典加强合作，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大幅增强了在加里宁格勒和波罗的海附近的军事活动力度，导致波罗的海地区受到的安全威胁日益加重，立陶宛不得不以此来提升防御力度。其中，在采购步兵战车方面，立陶宛计划向瑞典购买 CV90， 该战车由 BAE 公司生产，目前已在多支欧洲军队中服役，并在各种战斗环境中证明了其战斗效能。需要注意的是，此次采购还包含技术转让，未来瑞典将根据立陶宛需求与其共同承产特定变体。同时，立陶宛选择采购此战车，有助于提升该国的国防力度。首先 ，CV90 战车能够增强该国地面部队的火力打击能力；其次，这项合作加强了与瑞典的伙伴关系；最后，提高了其与北约部队之间的装备互通性。至于防空系统方面，立陶宛将部署瑞典的便携式地对空导弹系统 RBS-70NG 和基于 RIST 改进的 RBS-98 等。这些防空系统可以有效抵御空中威胁。据悉，该项协议主要建立在去年12月的一项协议之上。当时立陶宛获得了瑞典 RBS-70NG 的合同，今年7月，立陶宛正式采购了该防空系统。按照双方计划，预计 CV90 战车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投入使用，而 RBS-70NG 系统则最早将于明年完成首批交付。同时，双方还在探测新的合作机会，例如开发无人机或电子战系统等。根据媒体报道，此前雷神公司和 MBDA 的合资企业获得了一份价值55亿美元的合同，旨在德国建立爱国者导弹生产线，从而补充欧洲国家对该导弹的库存需求。目前 MBDA 已正式投资2.5亿欧元，开始在德国扩建工厂，并为此举行了奠基仪式。包括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MBDA 德国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戈特柴尔德和德国空军检察长英戈·葛哈茨等诸多重要人物均出席了此次仪式，可见该国对这项工程的重视程度。按照 MBDA 计划，此次将建造一个31000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和一个1400平方米、储存容量为80吨的料仓。预计整体施工计划将于2026年完工，届时该工厂将会成为欧洲第一家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工厂。根据土耳其新闻网报道，土耳其阿瑟尔桑公司设计的着眼系统已通过实验阶段，预计从明年开始将安装在自制的阿勒泰主战坦克上。着眼系统是一种轻量化模块式的 APS， 配备4个高分辨率雷达、运算计算机以及2具拦截弹发射机。其设计与以色列的铁拳系统相当类似，能够利用先进的算法来区分真正的威胁和非威胁，确保最佳的防御响应。一旦侦测到即将到来的威胁，传感器就会将数据转发到车辆的战斗管理系统，从而提高机组人员整体的态势感知能力。然后系统会启动发射器，并朝威胁方向旋转，并发射拦截弹。从土耳其1年前发表的宣传影片来看，着眼系统的拦截弹是一种小型火箭，接近威胁的时候会自行引爆。另外，由于着眼系统采用了模块式设计，除下一代阿勒泰坦克能够整合外，它也将安装在土耳其服役多年的豹2 A4 坦克以及新研发的步兵战车上。从太空获取太阳能不再是梦。冰岛的 TriStation Labs 公司和英国的 Space Solar 公司合作，计划在地球大气层外建设一座太阳能发电站，并通过 SpaceX 的巨型火箭将发电厂发射送进太空，而地球的接收端将会设置在冰岛，由冰岛的雷克雅维克能源公司负责接收并转换利用，计划在2030年实现从太空获取太阳能，并向冰岛传送30千瓦的太阳能。届时，冰岛将成为首个接收太空太阳能的国家，同时这也标志着人类能源开发迈入新纪元。
报道称，太空中太阳能密度是地球表面的8倍，且能源来源稳定，全年无休，不会排放任何碳，适合长期支持地球的能源需求。若成功商业化，将极大缓解地球的能源需求，并有助于应对气候变迁。除此之外，日本也在加速推进类似计划。其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曾宣布，要在2025年完成太空太阳能传输实验，目前已斥巨资支持相关技术的研发。总之，如今正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探索，实现从太空汲取能源。根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近年来土耳其与印尼持续强化军工领域合作，其中在陆战装备方面，土耳其 FNSS 公司与印尼 PIN-DAD 公司公布了卡普兰装甲运输车概念设计。据悉，这是土耳其与印尼继合作研制卡普兰 MT 中型坦克后，再度联合研制陆战装备。根据双方计划，卡普兰装甲运输车原型车将于明年开始制造，第一辆将在土耳其 FNSS 公司的工厂生产，第二辆将在印尼的 PIN-DAD 工厂生产，随后分别在两国进行性能测试。预计首批装甲车将于2026年底交付印尼陆军。在海战装备方面，印尼海军订购了土耳其的 FACM-70 快速攻击艇，目前已在建造中。在空战装备方面，印尼空军向土耳其采购了12架安卡无人机，其中6架在土耳其生产，剩余6架则由印尼公司在本土组装。此外，双方还签署了一项战略协议，土耳其将向印尼转让 SARP 遥控武器站、CENK 雷达系统、CKR 巡航导弹、SUNGUR 防空导弹系统。与此同时，双方还计划于明年举行联合军演。根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网报道，荷兰皇家海军最新战斗支援舰登海尔德号已展开首次海测，若各项指标达到预期，预计将在其返回荷兰后，将会为其加装舰上武器及其他设备，并正式交付于荷兰皇家海军。按照设计，登海尔德号将配备2座40吨级起重机、2座补给眼，可装载7600立方米船用柴油、1000立方米航空燃油、434吨弹药、24组标准货柜等物资，并能搭载 NH-90 直升机、无人直升机以及人员登陆艇等多种载具，还拥有手术室可提供医疗服务，具备强大的后勤支援能力，能有效提升舰队的整体作战能力。根据媒体报道，英国和德国于近日签署了一系列大规模军事合作协议。首先是远程打击武器方面，英德两国计划用最短的时间联合研制出新型纵深打击武器。英国《泰晤士报》指出，该武器是一款新型巡航导弹，其射程将远大于英德两国现有的风暴阴影和金牛座导弹，预计达到3000公里左右，从德国东部发射即可覆盖东欧平原。其次是英德空军的联合作战计划。据英国天空新闻网站报道，最早从明年开始，德国现役的8架 P8 反潜巡逻机将进驻苏格兰的洛西茅斯空军基地，与英国的9架同型机共同部署，旨在北大西洋搜索并跟踪水面和水下目标，届时将大幅提升格陵兰、冰岛、英国一线的监视能力。再者是军工方面的合作，德国莱茵金属公司计划在英国设厂，为英国的挑战者3型主战坦克和德国的拳击手自行火炮提供120毫米加农炮和155毫米榴弹炮。同时，协议还涉及到拳击手系列火炮项目的中远期规划。据英国国防部网站显示，该国陆军已订购了600多辆该型号火炮，后续相关的生产工作将逐步转移到英国，而德国则可以专注于满足澳大利亚、立陶宛和荷兰的订单。最后是支援乌克兰方面，今年8月，德国向乌克兰提供了6架海王直升机，但与该机搭配的反舰导弹已经退役。针对这一问题，该协议强调，英德两国将对海王直升机进行升级，使其拥有现代化导弹系统。考虑到英国是这些直升机的原始制造商，相关改进工作将由英国配合进行。根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网报道，11月19日，意大利国防部对外宣称，该国部署在立陶宛的台风战机首次进行了空对地训练演习。据悉，此次演习旨在加强北约空中和地面部队之间的战术协调和互操作性，同时又能够让意大利飞行员熟悉波罗的海作战环境。另外，此次演习还是波罗的海雷霆2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于2024年8月开始，当时有4架台风战机驻扎在立陶宛。目前，波罗的海雷霆2特遣队已拥有全面作战能力，并将维持其战力至明年3月。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乌俄的和平谈判结果会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